完了，温蒂马上就要带着俩女儿来中国了，但是这次我妈拒绝接待。对于她此次的到来，最受伤的是张大铁。我妈提出让张大铁自己留在北京陪她奶，张大铁的反应给我逗稀了。对于这次温蒂来呢，就我们的感觉怎么形容呢？我觉得大胖媳妇的形容非常准确。她昨天跟我说，我感觉我们迎接我妈的到来吧，那个感觉有点像你们中国人过年放鞭炮，你又想听个响，你又怕他帮着你。我说太对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想先在北京躲2天，让他先帮我妈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妈坚决不接待。温蒂那边跟大胖媳妇打电话，1米之外，我妈跟我打电话。温蒂那边在聊她对东北澡堂子的微妙情怀，我妈这边拒绝我，拒绝的非常直白。我妈告诉我，去年温蒂来那一下子，她走之后我吃1个月家药，给我都吃长个了，今年还带俩，我不招待。局面这个尴尬呀，我都得拿电话上那屋接着。但好在温蒂啥也听不懂，我就跟俩孩子说，我说这里边很复杂，咱们人这一辈子用3年学会说话，但要用1生学会闭嘴。你俩都不许随便翻译啊！翟小达说，好吧。拿铁，我真傻呀，啥玩意呢？然后我的婆婆她已经买好了礼物，想表示对我妈招待他们娘仨的这个感谢。我没问是啥，但我个人觉得不如空手。但是温蒂完全不知道的是，我妈跟我说，你别住我家，你就带着他们3个去住宾馆，钱我拿，我不招他们，我受不了他们闹腾。我说妈，铁岭咱家附近所有的酒店都不能招待外宾。我妈说，我就说你这孩子不会来事儿，不会办事儿，他们是不是外宾，那不前台说了算吗？你到时候咱说你提着2个火腩，你拎2箱牛奶，咱说你说2句好听话，你还不会吗？你给前台哄开心了，完你就说这仨女的是中国人，俺们娘俩沉默了5秒钟之后，我说妈，你好意思不？妈，你就忍心让我承担这一切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老太太跟我算松口了，但转头就逼我2姨、我老姨、我大舅，让他们今年过节准备好来我妈这认领外国人，一家必须认领1个。我老姨让我问一下温迪，她来了愿不愿意每天晚上给我老姨的孙子补英语？如果她愿意，她愿意收留他。我把这个问题传达了，温迪说她英语不好，反正最后一家认领1个外国人就这么定了。然后我在铁岭没有车，我还得求我爸，每天他们仨需要碰头的时候，我爸挨个站点接一下。我爸同意了，但他说中国的待客之道整洁是礼仪，车里家里得搞干净。我打开京东让他挑，他一口气买了这些，说年底打扫都能用上。咱就说汽车用品还得是京东，年货节价格还划算。但我没明白洗车机搁家咋用，直到他这么用，最后这些事儿都算是解决了。但是我还是没忍住想逗一下张大铁。张大铁，今年过年你别回铁岭了啊！为什么？你姥说的，今年过年你就负责陪你奶，你留在北京不用回去了。他说这样的话。张大铁是懂女人的，她不但是一个妇女之友，她还可以替妇女整治外国人。这个年过去了，温蒂他们一家在中国过了个年，都胖了6到8斤，我瘦了4斤，我纯是饿的，因为我吃不着饭。我家的这几个外国人吃饭转桌，那是绝对不会看别人的，他们想吃啥，他不管你这边是给孩子夹面条呢，你还是倒茶水呢，油加一下就给你转走。大胖媳妇也这样，那天吃饭我连着好几次想夹点啥，都被他转走了。周围有人，我也没好意思跟他喊，我就自己嘟囔一句，我说转，我看你像转桌。大胖媳妇完全看不出来我不乐意了，但张大铁听见我嘟囔，他是操心病啊，于是一直在旁边努力提醒他爸。刚开始是白楞他爸，他爸也没看着，然后啊，给张大铁急的，居然跟他爸假咳嗽。干嘛？我都震惊了，不知道他搁哪学的，但还是没用。张大铁怒了，终于把我的话给他爸递过去了。转桌我带你，转桌。停！我看你像转桌。哎呀妈呀，不光暖他妈，他还可会哄别的脆弱女性了呢。那天我同事失恋了，男朋友好像是出轨把她给甩了，他就搁这哭，现在已经哭了半小时了，咋的劝不好。哎，你看那是谁？你看，我给你看啊，我给你给镜头转过去。哎，我怎么看着有个小孩拔香根呢？过来吧。别哭了，拿铁，我分手了。阿姨伤心了，因为那个叔叔他伤害了阿姨。他伤害了你，他伤害了我，你伤害他呀，不要让别人伤害你，好吗？你喜欢那个叔叔吗？喜欢呀。我想吃老多的叔叔啊！我爸爸让我健身房好多叔叔，他们是这样的。哎，不对，是这样的。喜欢吗？我就问我同事，我说你就说你喜欢张大铁这样的不？你就真实表达。我到33岁了，活得比以前真实，能量来源除了我自己的经历，还有孩子们。这个世界能和拿铁一样懂女孩的，那就是 SK2 神仙水，超90%的高效抗老成分 Pitera， 加速肌肤新陈代谢，能量增长，肌肤更显年轻，给我坦白面对岁月的底气。
然后张大铁让我最震惊的一件事啊，就是温迪走之前，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所有人去酒店办入住，我一个人搁这个前台给他们所有人办入住，然后有护照名错的，有日期错的，就特别费劲。我呢像个导游似的，搁那急得满脑袋是汗。完这一家人就都搁这围着我，看着我傻看。我就教育了一番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你能不能主动的帮帮我？就是我对好男人的要求他并不高，我不求你多帅多有钱，你就自发的有一点责任感，你就是好男人 OK。 当时张大铁就搁我旁边玩呢，我都没想到他居然听着了。第二天我带张大铁上飞机，俺俩坐一起，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就特别颠簸，我就特别怕他从座上颠下来。张大铁看我紧张呢，他伸出他的小胳膊挡着我，说妈妈你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我当时可感动了，我说啊，你为什么可以保护我呀？因为你是个超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张大铁给我的回答是，不是超人，是一个好男人，是一个好男人。我们全家都对不起张大铁。现在我跟他说话，他是这样的：我爱你。我的公公婆婆从加拿大来了之后啊，俺家太闹了。我昨天呢就使了个坏，我跟我同事说，一会儿啊你约俺家这3个老外去玩密室逃脱。就俺家这仨人的汉语水平，那可以说是3个臭皮匠顶个臭皮匠了。一旦进去一天都出不来，我就可以清闲一天。我同事说没问题，姐，给他们关进去。结果下午1点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说，姐，我接到他们了，但是现在计划发生了一点意外。你们家这仨老外发现中国的密室逃脱，他居然讲中文，去张大铁的幼儿园把张大铁给接出来了，给他们当翻译。现在这个臭皮匠组合还非常有信心呢。臭皮匠组合是这样分工的：布莱恩经常玩密室，提供经验；大胖媳妇儿博士提供智商；温迪常年抠门，提供细心；张大铁加拿大叛徒提供中文。他们把张大铁的存在真视为加拿大人的汉语桥，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组合简直天衣无缝，绝对能打破这个密室的通关记录。这4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密室逃脱，在第一个线索这里发现了第一个问题：张大铁这个汉语桥他不识字儿。张大铁就是什么？那是真的。支持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我是中国人，但是我不认这，不认这。紧接着又出现了第2个问题：张大铁这个汉语桥他还不会翻译，桥的意思是连接，而张大铁他只能说是一个汉语的断桥。妈妈，掰这个，掰这个，拜拜。No, bye-bye. I'm here. This one didn't even move. It don't even move. It don't. 广播一说话提供线索，所有人都看汉语桥。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都看我干啥呀？按照顺序重新装填序列值。都瞅我干啥呀？张大铁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他说啥，我不知道咋跟你说。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也很担心，因为按照这个速度，他们有可能因为缺氧死在里边。张大铁一直在求救，这些老外不认字儿。喂，这些人都不识字儿，怎么办？不回答。 4, 2, 3. 你好，人秀老外已经玩头发了，请帮帮我。你好，我饿了。他们彻底被困在了这里。张大铁这脑袋嗡嗡的，他跟我同事说，我要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把我救出去。我看着还是心软了，我就出发去接他们了。这天阳光还挺足，不能光顾着美，防晒可不能忘。我最近很爱用修丽可防晒小银伞，护肤最后一步轻轻一涂，美白防晒2手抓，一整天咋折腾都不担心，不用补。最近跟他们频繁外出，用它不但没晒黑还白了。我接到张大铁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质问我的：为什么把我和3个外国人关到这里面？为什么呢？但这还是真记仇。回到家了，都过好几个小时了，我寻气消了。我说张大铁，别生气了，妈不给你救出来了。为啥让我去？都吵我，都吵我。